邻居女孩每天洗澡时，我都会悄悄爬上屋顶偷看。平时我还会努力隐瞒一切，可这次我不仅大肆宣扬过程，甚至还直接上门调戏。真的假的？这小子可真会吹！只因在这个贞操比命重的年代，女人的名声就代表一切。他为什么要这样对？事后果然如我所料，女孩迫于形势无奈嫁给了我。然而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她竟然在婚礼当晚把自己的交杯酒换成了敌敌畏，在那个夜晚也睡不起。而我看到她的遗体后，也瞬间幡然醒悟，最后带着这份遗憾直到生命终结。可等我再次睁眼，竟回到了偷看女孩洗澡这天。小畜生，老子就当没你这个儿子！给老子滚远点儿，别回来脏了老陈家的门！我这是重生了，还回到偷窥林清寒这天，幸好一切还来得及。林清寒，上辈子的错，我绝不会再犯了。可是现在跑回去解释，估计没人会信，必须要用行动来证明。不过眼下最要紧的还是想办法填饱肚子。幸好前世跟过一位老海员，找点海货还是不难的。很快我便发现了一个潜水洞，右手闪电般探入，一条粗壮的黄褐色海鳗硬生生从洞里拽了出来。好家伙，开门红啊！检测到成功捕获海洋生物，瀚海系统激活成功，核心功能开启，契约海灵0%，赶海值0，新手任务处理并食用目标海鳗补充体力，奖励赶海值+5。这系统，不过我都重生了，有系统也没什么奇怪的吧。接着我割下一块雪白的鳗鱼肉塞进嘴里，这玩意儿也太难吃了吧！我记得这附近有个水产收购站，专门收渔民的海货，剩下的海鳗应该能卖上价格。成功食用虎斑海鳗，生存基础保障达成，赶海值+2。当前赶海值5，看来只要我的行为跟赶海相关，都能积累这赶海值。不过就是不知道这赶海值有什么用处。算了，现在刚刚退潮，正是赶海的最佳时间，先去找点海货吧。我猫着腰在裸露的礁石缝隙里仔细的搜寻，伴随着时间的推移，前世的记忆如同潮水般自然涌现，而我的动作带着一种刻进骨子里的熟练。捕获牡蛎5只，赶海值+1；捕获花蛤约1斤，赶海值+1；捕获石蟹3只，赶海值+1。这一片收拾的差不多了，先去把东西卖了吧。收购站设在一个小码头旁，门口排着不长的队伍。我破烂的造型和脸上未洗净的血污瞬间引起了一些注意。后生仔卖啥？小蟹小河去那边散户区。我没说话，只是把那条虎斑鳗拍在桌子上。虎斑鳗个头不小，野生的，刚退潮在礁石缝里掏的，7斤2两，算你1级品，1斤1块3，一共9块3毛6，这价格还算公道。还有这些小东西，你一起给价。这些不怎么值钱。全部加起来10块2毛4分。当我接过钱时，粗糙的手心微微出汗。首次通过赶海交易获得金钱，解锁基础货币系统，赶海值+2。钱到手后，我便迅速走向渔村里的杂货铺。给我1包粗粮饼干，再拿1捆红色的毛线。好嘞。按照这边的老规矩，出了这种丑事，男方想赔罪或者提亲，必须带着红色的东西上门。现在这红毛线是我唯一买得起的赔罪，这一路就算是刀山火海，我也必须去。为了那个被我毁了一生的姑娘，我绝对不会退缩。当我提着红毛线走到林清寒家时，爹，你别去找他了，我认命了。认命？老子打断他的腿！老陈家那个小畜生，我一辈子没跟人红过脸，这次我跟他陈根生没完！上辈子就是这种绝望，最终逼死了林清寒。我绝不能再让悲剧重演。我鼓足勇气敲响了那扇斑驳的木门。谁？孩子叔，是我，陈十九。小畜生，你还敢来？看老子不打死你！林德海举起木棍，我没有躲闪，反而直挺挺地跪在了门口。这举动让暴怒的林德海都愣了一下。孩子叔，是我对不起清寒，您打死我，我绝不还手。但请您听我说完，我今天对天发誓，以前那个混账东西已经死在海里了。我今天来是求您和清寒给我一个机会。这是我今天赶海挣的钱买的，我知道这不算什么，但以后我会靠自己的双手让清寒过上好日子。拿着你的破毛线滚！清寒就是嫁不出去，也不会跟你这个畜生。林德海最终狠狠地把门关上。我在门外跪了足足1刻钟，直到门内林清寒压抑的哭声渐渐变小。看来今天这关算是勉强过了。我默默起身，把那捆红毛线轻轻放在了门槛边。离开后，我买了一把柴刀和一小卷尼龙绳，顺便还买了点粗盐，然后编织了2个蟹笼放进深水区。成功制作并投放初级蟹笼2个，赶海值+5，当前赶海值15，检测到宿主赶海值达到15点，解锁瀚海之眼。可微弱感知10米范围内，具有特殊生命反应或高价值海洋目标。下一秒，一股微弱的清凉感流过我的双眼，我下意识地看向旁边潮湿的礁石缝隙，一朵暗红色的海葵正吸附在那里。有了这个功能，以后赶海就如虎添翼了。蟹笼捕蟹需要时间，现在还是先回家休息一下，明天一早再来看看吧。我拖着疲惫的身体朝着记忆中的家走去，不料我刚推开家里的木门，谁？小畜生，你还敢回来？爹，等等！我错了，我知道错了，我真知道错了。你错？你他妈错哪儿了？老陈家的脸都让你丢尽了。清寒那丫头多好的姑娘啊，你让我拿什么脸去见你海叔？我错在鬼迷心窍，去偷看清寒洗澡。爹，
您再信我一次，以前那个混账的我真的死在海里了。我发誓，从今往后，我要堂堂正正的活出个人样来。我要弥补我造的孽。老爹死死盯着我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没有了往日的油滑和闪烁，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近乎偏执的坚定。他握着木棍的手最终缓缓放了下来。姐，你别打二哥了，二哥，你头流血了。妹妹是前世唯一还对我抱有亲情的人，当初我最难的时候，还是靠着她的口粮才勉强撑了过去。一想到这，我心中便涌起一股暖流和愧疚。小草，回屋去，别掺和。哦，滚进去把你这身收拾收拾，看着就烦。爹，我娘呢？还能去哪儿？去湾子滩了。湾子滩，今天是15，糟了！阿娘前世就是这天去捡海货，因为舍不得买吃的，最后饿得头晕眼花，结果差点被潮水卷走。不行，我得赶紧去。爹，我去湾子滩找娘。你去添什么乱？别又惹出什么事儿来。我知道我以前混蛋，但赶海我真的会一点的。我去帮忙，绝不给娘添乱。算了，爹，我先去了，其他的我们回头再说。我跑步来到滩涂，喘着粗气四处张望。滩涂上人声鼎沸，村民都拿着煤油灯弯腰寻找海货。娘，施九，你怎么来了？你头上的伤。哟，稀客啊，大少爷也来体验生活了，还是觉得你娘捡的太少，你来帮倒忙？我没理他，快步走到张国英身边，看着他篓子里那点可怜的收获，再看看他冻得发紫、布满老茧的手，鼻子不由一阵发酸。娘，您歇会儿，我来帮您。您拿着这个帮我看着点就行。你会吗？放心吧，娘，您看着。我深吸一口气，悄然发动了瀚海之眼，一股清凉的气流瞬间流过双眼。滩涂上出现了一些淡蓝色光点，这系统果然给力，还真的发现了高价值目标。我立刻选定一个蓝点，举起铁锹头狠狠挖了下去。一敲下去，一个巴掌大的花蛤赫然出现在眼前，捕获巨型花蛤，赶海值加2。哟，夏末碰上死耗子啦！我没说话，迅速锁定了下一个更亮的蓝点。而这一次翻开的淤泥里赫然躺着2只足有拇指粗的竹节蛏，捕获巨型竹蛏，赶海值加2。张桂英忍不住发出一声低低的惊呼，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光亮。哼，走狗屎运！我依旧沉默，而动作却更快，仅仅半个小时，背上的那个破篓子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丰盈起来。施九，你咋这么厉害啦？娘，我说了，我以后会好好干的。这是怎么回事？他以前就是个废物啊，赶海连小草都不如，今天怎么像开了挂一样？王秀英看着篓子里的大货，再看看自己的，心里的酸水咕嘟咕嘟往外冒，于是也跟着我屁股后面想着看能不能也捡点好货。而我不知不觉移动到了滩涂另一片区域，正当我准备挖下一个蓝点时，哟，我当是谁呢？这不是咱们沃窝村大名鼎鼎的陈二溜子吗？白天刚干完的偷鸡摸狗要脸皮的勾当，这晚上还有脸皮跑滩上来？怎么着？林清寒的小娘子洗澡没看够，还想来滩上看看有没有别的娘们换衣裳啊？刘红梅的话直戳我的痛处，也引得附近的人投来异样的目光。我眼神骤然一冷，攥着敲柄的手紧了紧。前世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不要和这种泼妇纠缠。哎，说你呢，聋了！刘红梅见我不理她，反而要挖她旁边的你，顿时火冒三丈。滚开！这地方是老娘先来的，老娘的地盘，轮得到你个流氓来挖？赶紧滚蛋，别脏了老娘的摊儿！丸子滩是公家的，没有谁的地盘这一说。你能挖，我自然也能挖。胡说八道！什么公家的？在我眼里这就是我的地盘。你爹陈根生也是个糊涂人，教出你这个没出息的东西。老的没本事，小的不学好。你娘生了你这么个不知好歹的，也是命苦。我看你们陈家男人都不顶用，就剩你娘一个人带着你们几个没出息的，一家子歪瓜裂枣，还有脸出来丢人现眼。闻言，我额头青筋暴起，眼中怒火几乎要喷出来。就在我忍无可忍，准备先给这泼妇一敲尝尝时，刘红梅，你个烂嘴婆娘，你骂谁家男人的死绝了？老娘撕了你的臭嘴！你个不知羞耻的东西，自己男人没本事，出海打鱼回回空手而归，你就跑这滩上撒泼闹事儿。我老陈家再不好，我小叔子再不成器，我公爹也是堂堂正正的老渔民，轮得到你这个没教养的来指手画脚？我看是你家男人不顶事儿，你才跟个疯娘到处乱咬人吧！王秀英，你……王秀英的语速极快，声音又尖又亮，字字句句都像刀子，专往刘红梅最痛的地方扎。你什么你？还有你这个跟屁虫，整天跟在你姐屁股后面嚼舌根，当初做不光彩的事儿被人堵在屋里忘了？要不要老娘在这滩上好好给你说道说道？一对不知廉耻的姐妹，还有脸在这编排别人家？我呸！够了，都给我闭嘴！丢人现眼的东西，还嫌不够丢人？跟个疯婆娘较什么劲儿？走，回家！呸！什么玩意儿！再敢骂我老陈家，老娘撕了你们的嘴！小叔你也是的，他们都骑到你头上拉屎了，也不见你反驳一下。今天算你运气好，赶紧挖吧，挖完了好回去。说完，他也不再掩饰，紧紧跟在我侧后方，眼睛像探照灯一样扫视着他挖过的每一个地方，希望能捡点漏网之鱼。前世只觉得大嫂刻薄贪婪，不成想他还有泼辣护短的另一面。虽然他的出发点未必是维护自己，但这份为了家族敢于战斗的悍勇，还真是让我刮目相看。我摇了摇头，不再多想，
重新举起铁锹，朝着幽蓝光芒挖了下去。一声沉闷的响声，铁锹头似乎碰到了什么硬物。我小心翼翼地撬动周围的淤泥，一个足有脸盆大小的硬物显露了出来。啥东西？这么大个石头！我的心脏砰砰直跳，蹲下身扒开表面的淤泥。当表面的污垢被擦去一部分，周围瞬间响起一片倒吸冷气的声音。是赤牢！我的娘嘞！这么大的赤牢，多少年没见着这玩意儿了！赤牢！我的老天爷啊！王秀英下意识就想伸手去摸，可我眼疾手快，一把将这沉重的宝贝抱在怀里。发现珍稀海洋生物大型砗磲，赶海值加20，当前赶海值40。运气占了各位叔伯的光了。娘，咱回家。哎，回家回家！这都能挖到，运气也太好了。要是我挖到，儿子的学费就不用愁了。看着我抱着宝贝往家走，他赶紧拎起自己的收获也跟了上去。当我将那沉甸甸的除冬被放在院子地面上时，整个院子再次陷入了死寂。这万子滩挖的，这真的是齿鱼！我操，这传说中的齿鱼，我活了大半辈子都没挖到过，如今竟然被自己这个废物的儿子挖到了。老头子，你是没看见19今天神了，一挖一个准，这宝贝也是他。我没立刻解释，当即找个大木盆把蹉跎被沉入盆底，用海水养着。虽然这玩意离了海水也死不了，但泡着水总能保持新鲜点，卖相也好。二哥，这是什么呀？撮丘贝，你看它像不像海里的大石头？它是活的吗？活的，你看，它在水里睡觉呢。真的吗？就在这时，院门口人影一闪，王秀英放下自己的东西后，便立刻凑到水盆边。真是稀罕物，19，你这运气真是……他搓着手看着我，脸上堆起笑容，可嗓子眼里的话转了3圈，终于还是没直接说出来。呵呵，想不到大嫂还有腼腆的一面。娘，今天咱家逮着这么大个宝贝，是喜事儿，杀只鸡吃吧，好好补补。杀什么鸡？败家！爹，您看我这头伤还没好利索呢，再说不得庆祝庆祝啊，让娘和小草也沾沾油水嘛。小草听到有鸡吃，眼睛瞬间亮了，偷偷咽了下口水，但又不敢说话。行，杀那只最大的红公鸡，它最能抢食，还不爱下蛋。今天就拿它开刀。娘，您歇着，今天我来吧。不一会功夫，一锅热气腾腾的海鲜鸡汤便端上了餐桌，开饭了。好香啊，二哥！娘，好香啊！我要吃！站住！你看看你像个什么样子，浑身是泥，滚去洗手，洗不干净别想吃。秀英啊，忙活一晚上了，一起过来吃点吧。那就谢谢娘了。而陈远山也循着香气回来了，闷头喝了一大口汤。好吃，好吃！二叔做的饭比娘做的好吃100倍。有那么夸张吗？这顿饭在一种微妙而温馨的气氛中进行。十九，那驼鹿背你打算咋办？明天我跟你去镇上水产站吧，那东西沉，我帮你抬。看着大哥眼中笨拙的关切，我心中一暖，缓缓点了点头。好，哥，明天麻烦你了。院外月光如水，水盆里的砗磲贝依旧沉默，但屋内这顿饭因他而起，也已经悄然改变了陈家的一些东西。翌日天刚蒙亮，我早早的醒了，我轻手轻脚的走出屋门，直奔大哥陈远山家的小院。来了，走吧。哥，这东西死沉了，到东沙镇6、7里地，万一晒死就不值钱了。我去叫陈狗子，他爹有拖拉机，请他跑一趟，给他点油钱。行，你去喊，我在这儿看着。话音刚落，院外就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19，听说你挖到宝贝了，真的假的？快让我看看，啥宝贝啊？听他们吹得跟磨盘似的。我的个亲娘哎，这么大，这得值多少钱啊？别乱动，这可是活的，金贵着呢。狗子，帮个忙，找你爹的拖拉机跑一趟东沙镇水产站，油钱我给。嗨，咱俩谁跟谁？还用说油钱？等着。不一会，院外就传来突突突熟悉的柴油机轰鸣声。等3人把砗磲贝放上车后，便朝着水产站驶去。当我把砗磲贝抬了下来时，立刻吸引了周围所有人的目光。嚯，这是啥玩意儿？好大的贝壳！撮鱼是撮鱼贝！我的老天爷，这么大个！同志您好，我们有个大个的海贝想卖，您给看看。这么大个搓鳖，这玩意儿主要是壳，肉死了就不值钱了。先按壳重和预估的肉重，大概能给你500块左右吧，具体还得等主人来了定。500块，陈远山和陈狗子都倒吸一口冷气。500块那可是相当于普通工人半年的收入。500，同志你也太保守了吧！我出550，600，小伙子卖给我。你们别瞎起哄，买卖要讲规矩的。650。诸位请让一让，小兄弟，这搓罗是你弄到的，什么时候的事儿？昨天晚上退潮时，在礁石滩下面挖到的，还活着。我们一直养在水里，今早才运来。闻言，钱文海蹲下身，用手仔细摸了摸砗磲贝边缘处的软组织，又轻轻敲击了一下，侧耳倾听。鲜活度保持的不错，品相上佳。这样吧，小兄弟，我给你850块，这东沙镇绝对找不到比我高的了。陈远山和陈狗子呼吸都急促起来，可我依旧盯着砗磲贝没有松口。
小兄弟，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这只齿螈贝虽然大，但是天然珍珠形成几率本就极低，能形成高品质的更是凤毛麟角。为了这个虚无缥缈的万一，赌上眼前这实实在在的850块，值得吗？这样吧，我再加30块，凑个好数，880，这是我的最终出价了。小兄弟，你考虑清楚。19卖了吧，880块啊，够盖一间大瓦房了。那珍珠那都是没影的事儿。是啊，880块，我的老天爷，快答应啊！过了这村没这店了。行，880卖了。小兄弟，钱货两清，你点一点。我当着众人的面仔细点了一遍。交易完成后，钱文海看向我，递出一张名片。小兄弟一看就是有本事的人，以后要是再遇到这种稀罕的海货，可以直接找我，价钱绝对公道。钱经理，多谢了，以后有好东西一定先想着您。哥，狗子，赶紧走！我收好钱后便立即催促两人离开，两人二话不说，收拾好东西后便麻溜的驱车离开。就在拖拉机窜出10几米时，3、4个穿着花衬衫青年骂骂咧咧的追了出来。跑得倒快！煮熟的鸭子飞了！开拖拉机的那个是陈狗子吧？哼，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吓死老子了！19，你刚才反应真快，那几个家伙一看就不是好东西。就听这儿吧，狗子。我跳下车后抽出一沓钱塞进了大哥的手里，拿着。你这是干啥？这锄犁是你一个人找到的，这钱你自己收着，我不能要。哥，跟我还分那么清，今天要不是你帮我，我一个人能弄来镇上。再说了，石头的学费和书本费凑够了吗？这钱你拿着，该交学费交学费，该买粮食买粮食。这句话像一根针，精准地戳中了陈远山内心最深的忧虑。儿子的学费原本是打算找爹借的。19，事儿办完了，走呗，跟我去西头门那边打牌。狗子，以后这种地方我都不会去了。啊，不去了？为啥？哦，我明白了，是因为林清环吧？行，兄弟我懂，浪子回头是吧？争取早点把事儿办了。嘿嘿嘿嘿嘿。他一边说还一边用胳膊肘暖妹的捅了捅我。陈狗子虽然也是个二流子，但本质并不坏。前世就算我穷困倒灶，他也没有嫌弃我。滚蛋，赶紧回去吧，别让你爹等急了。得嘞，回头一定喊我喝喜酒啊！等陈狗子的拖拉机彻底消失在村道尽头，哥，你先回去吧，我去趟供销社买点东西去清寒家。去清寒家是该去，你做了那混账事儿，是该好好赔罪。去了好好说话。虽然孩子叔脾气暴，但也不是不讲理的人。要是他还在气头上，打你2下你也得忍着，知道吗？知道了，哥，你放心。不一会我就带着猪肉和糖果来到林家。他刚进院里，一眼就看到林清寒，他正专注地缝补着一张渔网，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他身上，勾勒出纤细的身影。那份专注和温婉也透着一股动人的娴静。我的心跳莫名漏了一拍。上辈子毁了你的人生是我对不起你，能这样安静地看着你真好。我深吸一口气，尽量放轻脚步走过去，在离他几步远的地方停下。清寒，你怎么来了？我爹不在家。林清寒下意识地后退一步，眼神里充满了惊恐和戒备。清寒，你别怕，我就是想来看看你。昨天的事是我混蛋，我向你道歉。这个是我今天卖了那个大贝壳，买来给你给家里补补身子的。给我？你卖了宝贝买肉给我干嘛？来炫耀你有钱了？不是的，我知道我以前混账，也知道自己配不上你，但我是真心的，我想对你好。真心？我们没关系，我不是你的谁。他的话像一盆冷水，瞬间浇灭了我那点微弱的希望。是啊，我们现在什么关系都不是，有什么资格说要对他好呢？气氛瞬间变得无比尴尬和沉默。就在这时，院门被人猛地一脚踹开。小畜生，你还敢来我家？老子昨天说的话你当放屁是吧？看我不打断你的腿！爹，他不是。小畜生，我打死你！我头皮一炸，本能的往旁边一扑，锄头擦着我的头皮狠狠砸在地上，我魂都吓飞了，连滚带爬的窜起来，拔腿就往外跑。站住！不要脸的东西，有种别跑！林德海追到门口，扶着门框喘粗气。再敢来，老子打断你的狗腿，扔海里喂鱼！爹，那肉挺贵的，而且娘也好久没吃肉了。哼，就当那小子赔罪的，但是他想娶你，门儿都没有。我林德海就算饿死，也绝不会把闺女嫁给那种混账东西。我从林家逃走后，便回到了自家院子。王秀英正在院子里晾衣服。19回来了，听你哥说了，那大贝壳卖了800多块，真有本事，还想着你哥小娇那学费能凑齐，都多亏了你。嫂子别客气，应该的。石头呢？去北边林子里挖螃蟹去了。北边林子那地方靠着海，有片红树林，确实有很多大螃蟹。等会儿我去看看。说完，我转身进了自家屋门。爹娘，卖船服的钱都在这儿了。这钱娘先给你收着，等你以后要成家了，给你盖新房子。行，爹娘，我去北边林子看看石头，顺便挖点螃蟹。小草走，跟二哥挖螃蟹去。很快，我在林子边缘找到了石头，小家伙正趴在泥水坑边，手使劲往那树根下的洞里掏，小脸憋得通红。石头，二叔，你们来干嘛？这地方螃蟹精得很，不
好抓。我自信的微微一笑，悄然开启了瀚海之眼。不一会的功夫，我便锁定了一个稍亮的光点。我先用铁签的尖端小心翼翼地拨开坑口的烂树叶和腐，接着将铁签缓缓探入洞中，动作轻柔的左右试探，最后手腕猛地一发力，一团裹着黑泥的家伙被硬生生从洞里拖了出来。哇，螃蟹，好大的螃蟹啊！哇，二叔，你好厉害啊！你们把它看好，我再去找找。仅仅半个小时，我便足足捉了7只青蟹。接着我走到一处光芒最耀眼的地方，如法炮制。很快又一个大家伙猛地从洞里被撬了出来，而这只青蟹的体型远超之前任何一只。它一出来就气势汹汹地举起双钳，试图攻击眼前的不速之客。而我看准时机，用钳头精准地压在了青蟹王的贝壳，然后用准备好的结实草绳熟练地将它的2个大钳子分别捆紧。哇，好大的螃蟹！二哥你真棒！二叔，你怎么知道那里有还这么大？多看多琢磨，走吧，把这些小的卖了去。成功捕获青蟹7只，赶海值加1；成功捕获青蟹王1只，赶海值加5。当前赶海值62。很快我们便来到水产收购站。这小子怎么来了？听说他昨天挖到揣头贝，一早就拉去镇上卖了高价，也不拿来让我长长眼。赵叔，卖点螃蟹。哟，你小子运气不错啊，又搞到好东西了。可惜啊，那大贝壳没让叔开开眼。下次有好东西一定先让赵叔看看。哼，这些算你15块吧。行。卖完后，我便带着2人回家，但他转眼就看见小草抱着的竹篓里还有只被草绳捆得结结实实的青蟹。这只怎么没卖？娘，这蟹王难得，咱们留下自己吃顿好的。你看小草和石头都缠着呢。这么大一只，得值好几块钱吧？你这孩子怎么这么败家，留着吃？家里啥条件你不知道？你娘我捕一天渔网才挣2、3块。这一只螃蟹就够我捕2、3天了。娘啊，你要是知道以后这么大一只野生青蟹王没个上千块根本拿不下来，估计你更舍不得。吃，就知道吃，钱是大风刮来的，败家玩意儿。陈小草一听中午能吃大螃蟹，眼睛都亮了。好像自从二哥去偷看清寒姐姐洗澡后，自己就有肉吃了。二哥再去偷看一次就好了，那样自己能天天吃肉了。晚上早点睡啊，爹，有啥事儿？明天出海，你不早点睡，看你起得来不？闻言我心头猛地一跳，正好验证一下瀚海之眼到底能发挥多大的作用。众人吃完饭后便各自休息。翌日天刚蒙亮，门外便传来张桂英压低的嗓音：“持久，起来了，你爹和你哥都准备好了，快点儿！你爹说潮水不等人。”我猛地一个机灵起身，用凉水抹了把脸后，便跟着2人出门。父子3人沉默地朝着海边小船的方向走去。终于要出海了，再次踏上这条小路，一切还是那么的熟悉，但和上辈子不一样的是，这次身边有着沉默而可靠的父兄。没多久，父子3人便来到了小船上，老爹陈根生则检查着缆绳和船里。老跟头，这么早啊？哟，19小子也来了。听说你小子这2天运气通天啊，又是撤人背，又是大螃蟹的，比你爹当年还能耐。陈叔早，运气都是运气，运气也是本事，看着是比从前精神多了。好好跟你爹学，这大海有本事就能喂饱人。我没接话，只是麻利地将鱼叉和竹篓放好，然后伸手摸了摸冰凉的海水，感受着那熟悉的涌动。远山，起来，吃酒做完了。随着柴油机发出一阵阵艰难的喘息，小汽艇缓缓离开栈桥。接着我悄然开启了瀚海之眼，眼前的世界像是蒙了层很淡的蓝，虽然看得很清楚，但可惜的是看得不远。大海广阔，就这10来米的视野跟瞎子差不多。我紧紧地趴在船边，身子往前探了大半截，死死盯着那些小鱼，想找出大鱼追他们的痕迹。这小子头回出海就吓傻了，趴船边找死呢！看啥？坐稳，别掉下去喂鱼。而我全副心思都在海里，根本没听见。旁边的陈远山也觉着不对劲，轻轻推了下我肩膀。19，不料我被吓一跳，身子一歪，扑通一声便栽进了冰冷的海水。19，小兔崽子停船！而陈远山想也没想，便一头扎进水里，几乎瞬间便抓住我的胳膊。陈根生也趴在船边伸手，爷俩连拖带拽才把呛得直咳的我拖上船。混账东西，成事不足坏事有余，趴船边找死啊！听着老爹的咒骂，可我却一反常态，猛地抬头，眼睛发亮。爹哥，好大的马鲛鱼群，刚才在水里看见的，就在咱们船前面几10米。马鲛鱼看清了，是不是身子又长又扁，像刀片被青黑带点子，还游得贼快？对，就是那样，青黑带点游得飞快，一大群追着小银鱼呢，掉下去那会儿离得近，看得真的。好，都坐稳了。说着便抓住柴油机启动绳，狠命一拽，柴油机疯了一样吼起来。陈根生直接把油门推到底，小船像被抽了一鞭子，用最快速度冲向我说的地方。发财了，发财了！是马鲛鱼群，你小子钓得好，快下网，快下网！陈远山也反应过来，扑向船头那卷渔网，手忙脚乱的解绳子。19，这运气也太邪蛮了吧！掉进水里还能砸出个马鲛鱼群。可就在这时，一条青黑色的身影猛地从水面下窜了出来，随后就像往滚油锅里倒了一条冷水，整个海面瞬间炸开了锅，数不清的马鲛鱼从水下猛地跃起。发财了，真他娘的发财了！快，远山下网！陈远山也顾不上震撼了，
手忙脚乱地抱起流刺网，用尽全力将网甩了出去。快帮我拉网！19赶紧过来帮忙拉！父子三人一起用力，喊着号子，艰难地将沉甸甸的渔网往上拉。当渔网被拉出水面，网眼里挂满了拼命挣扎的马鲛鱼，鳞片在阳光下闪着青黑色的冷光，尾巴有力地拍打着，溅起无数水花。这一网起码上百斤，成功捕获马鲛鱼，赶海值加5。当前赶海值67，快解鱼，倒进活水舱。陈根生熟练地将鱼从网眼里摘出来，扔进船中部的活水舱。然而第一网的鱼还没完全解，老爹又在催促了。趁鱼群还没散，快第2网！接着便是第3网、第4网。到后来我已经记不清撒了多少网，解了多少鱼，我只觉得胳膊酸疼的抬不起来，而手指也被渔网和鱼器划了好几道口子。哎，行了，捞不动了，值了，这一趟能顶半个月。虽然累是累了点儿，不过这可是我重生的第1网，值了。唯一遗憾的是，赶海值还是67点。看来同品类的海洋生物，只有第一次抓到会提供赶海值。19，没想到啊，你小子这一头栽海里还栽出个金山来，钓的值啊！这叫祭观音娘娘，懂不懂？诚心着呢。放屁！观音娘娘也是你能编排的？再胡说八道，老子把你扔海里真记！闻言我缩缩脖子，他们这里和其他地方不一样，虽然也有祭拜妈祖的，但真正被奉为海神的是观音，所以对观音娘娘那是打心眼里敬畏。爹，咱还去孤岛背面不？油还够，时辰也早。去油还够，空着半舱回去像什么话？再撒几网，没货就回。小船重新发动，约莫半个钟头，终于绕到了孤岛。我下意识地发动了瀚海之眼，我靠，前面居然有野生大石斑，那货值老鼻子钱了。可惜的是海底有漩涡和暗流，小船根本无法靠近。就在这时，不远处一条小舷板正在慢悠悠地飘着过来。老跟头咋样？这趟有货没？没啥像样的，就捞了几网马鲛，凑合着吧。王老五哦了一声，眼睛却不由自主地往我们活水舱里瞟，这一瞟眼珠子就有点挪不开了。哼，老跟头，你这都快爆仓了还凑合？发财了你们这是？发财啥？这鱼不值钱，也就图个量多。量多也是钱啊！这一趟顶我们忙活好几天的，你们在哪儿搞到的？这运气也太好了！你呢？这边怎么样？搞到点啥？别提了，撒了好几网，竟是杂七杂八的小鱼崽儿，都不够油钱。这地方看着好，就是不聚鱼。老根哥，你们那马鲛到底在哪儿打的？给老弟透个影儿呗。就来的路上，离这儿大概3、4里地，那会儿正好碰上鱼群追食，跳得跟下饺子似的。哎呀，我早上就是从那边过来的，咋没看见？真是谢了老哥，我也去碰碰运气，回见。说完也朝着陈根生指的方向加足马力冲了过去。我们下网试试水，可一网下去只有零星几条小鱼，紧接着的几网也同样如此。陈根生皱了皱眉，把小鱼扔回海里。然而就在这时，海风突然变了味，带着一股湿漉漉的凉气。陈根生抬头一看，才发现东边缓慢飘来老大一片乌云。要变天了，看这架势，大暴雨要来了，赶紧收网回了。陈远山应了声，便手脚麻利地开始收拢渔网，而我却盯着船边那片深悠悠的海水。刚刚海底好像有什么东西隐隐发光，可惜太远了没能看清，就这样走也太亏了。爹让我下水瞅瞅吧，就一会儿，头回跟着出海，想看看海底啥样。你放屁眼瞎了！没见这天要塌了，浪都拱起来了，找死啊你个小兔崽子！爹，我就下去瞄一眼，马上上来。您忘了早上我不也瞅见鱼群了吗？您不放心就让大哥跟着我。这小子有点运气，10来分钟这点时间还是有的。再说远山看着应该不会有问题。远山，你跟他下去，给老子看紧点，就5分钟，时间一到，立马给老子滚上来！哎，知道了，爹。兄弟俩也不废话，扑通一声就扎进了冰凉的海水里。两人大概潜了10几米，胸口就有点发闷，便赶紧蹬腿浮上来换气。看着啥妹，没太深了，还没到底，给我再下去一次。我猛吸一口气，然后卯足了劲朝着海底扎去，耳朵眼被水压得生疼，胸口憋得快要炸开。就在我感觉自己快要撑不住的时候，脚底板终于蹭到了软乎乎的海泥，我立刻发动了瀚海之眼。突然前方大礁石底下几团蓝色的亮光吸引了我的注意，哈哈，终于找到你们了！卧槽，居然是龙虾，其中还有一只接近半米长的龙虾王，这下真发了。于是我赶紧拼命挥手，而陈远山也立马解下网兜，小心翼翼地靠近。可龙虾王似乎感觉到了威胁，尾扇微微张开，摆出了随时逃跑的架势。见状，我屏住呼吸，便慢慢地把手伸过去。然而就在这时，龙虾王粗壮的尾部猛地一弹，一股泥沙瞬间搅浑了海底。幸好陈远山早有准备，看准他逃跑的方向，结结实实把龙虾王兜了个正着，逮住了。而我也眼疾手快，按住了旁边一只稍小的龙虾，塞进了大哥撑着的网兜里。抓到大龙虾1只，赶海值加3；抓到龙虾王1只，赶海值加10。当前赶海值80。眼见石缝里好像还有动静，但我们肺都要憋炸了。于是我赶紧朝大哥比划，随着我们同时冲破海面，两人贪婪的大口呼吸着空气，这才发现天黑了，大雨已经落下来。陈根生半个身子探出来，连拖带拽才把我们拽上船。小兔崽子，要变天了还磨蹭，找死是不是？老子娘娘嘞！这虾骨成精了，我操！老子活了半辈子，头回见着这么大个的，这满身的刺，这小子难道是龙王爷亲儿子？这一会儿吃全贝，一会儿倾泻王的，现在又弄了一个虾祖宗。可就在这时，一声炸雷瞬间像在头顶劈开，豆大的雨点顷刻间连成了线，
陈根生一个机灵，猛地从震惊中回过神，都他娘抓稳了！他使出吃奶的力气，一把将油门杆推到底。小船在狂暴的风浪中猛地一窜，马力全开的朝着渔村的方向冲去。但就在返航途中，陈根生眼睛猛地一眯，死死盯住孤岛另一侧的海面。他娘的，那船咋还没走？陈根生双手拢在嘴边，用尽力气朝着那白船嘶吼。喂，快走啊！要下大暴雨了，搁这儿等死啊！可是那艘白船却依旧停在原地，不见有开动的迹象。爹他们好像在挥手，不好，爹哥，他们应该是触礁了，船动不了了。陈根生和陈远山闻言脸色瞬间一变。这孤岛周围暗礁密布，本地老渔民都得小心翼翼绕着走，他们一看就不是本地人，不触礁才怪。哎，可眼下这鬼天气，自家小船都随时可能翻沉，再靠过去，万一自家也搭进去。爹不要犹豫了，不能见死不救啊！是啊，爹，咱得过去看看，能救一个是一个。陈根生咬着牙猛地一跺脚，远山稳住船，靠过去，19，把水往外舀，快！陈远山立刻拼命转动船舵对抗着风浪，艰难地调转船头。我抓起舱底一个破瓢，跪在船板上就拼命地往外舀水。就这样，小船顶着狂风巨浪，艰难地朝着被困的白船驶去。远山停，前面有暗礁，不能再往前了。爹，那现在咋办？陈根生二话不说，翻出2捆粗麻绳，在自己腰上缠了几圈后，便拴在船尾的缆桩上。绑上，跟我下水。19，你待在船上看好船，稳住绳子。不行，爹，我也去。放屁，看好船，绳子松了紧了你都得管，这是你老子和你亲哥哥的命。爹哥，你们小心。随后父子俩先后跃入了汹涌的海，10几米的距离，平时眨眼就到，可此刻却游得异常艰难。风浪好几次把2人拍进水里。船头那2个年轻人看到生存的希望，激动的眼泪都快出来，趴在船舷边拼命伸手。快下来，一个一个来！其中的金表男看着下面汹涌的海水，吓得脸色惨白，但求生的欲望压倒了一切。他一咬牙就顺着船帮就滑了下来。陈根生眼疾手快，一把就接住了他。抱紧我，千万别松手！还有上面那个，快点下来！那眼镜男也吓得够呛，但看到同伴下去了，也鼓起勇气滑了下来。而陈远山早已等在一旁。抱紧我，走回去，快点！我在船上看得心惊胆战，听到老爹的吼声后，立刻开始收绳子。4个人在绳子的牵引下，艰难地朝着小船的方向移动。然而就在他们快要撤离时，一阵狂风从侧面猛地刮来，白船甲板上一把折叠椅打着旋，朝着水里的4人狠狠砸了下来。小心！那椅子不偏不倚砸在了陈远山架着眼镜男的那条胳膊上。陈远山手臂剧痛之下本能的一缩，被他架着的眼镜男直直地沉入了浑浊冰冷的海水里。明哲大叔，救救他！快救救他！他是我亲兄弟，求求您了！只要您救他上来，多少钱我都给，多少钱我都愿意出。这种情况还怎么救？自己身上还架着一个累赘，风浪这么大，贸然过去很可能把自己搭里头。闭嘴，远山，回船！陈远山看着那串渐渐消失的气泡，眼睛都红了，但他知道爹说的是对的，于是他咬着牙，借着腰间的绳子拼命往小船的方向蹬水。然而就在这时，一声清晰的落水声从他们侧方传来，只见我一个猛子就扎了下去，迅速朝着眼镜男沉没的方向前去。小兔崽子，你给老子回来，回来！被陈根生架着的金表男也愣住了，呆呆地看着那片海水。陈根生肺都要气炸了，可他此刻一手架着个人，身在水中根本无能为力。与此同时，我下海后便立即发动了瀚海之眼，很快在水下7、8米深的位置，那个眼镜男正在水里乱抓乱蹬，嘴里还不停地冒着气泡。于是我绕到眼镜男背后，双手从他胳肢窝穿过去，紧紧抱住他胸口，接着拖着他拼命往上浮。就在我往上浮了2、3米时，突然我的后背撞上了一个东西，一瞬间我浑身汗毛都竖起来了。卧槽，居然是虎鲸！虽然听说虎鲸在野外很少伤人，但那只是听说啊。现在这情况，如果被眼前这家伙缠住，那后果……而那头虎鲸似乎只是好奇，绕着他们游了一圈，可我却头皮发麻，因为不远处又有几条同样巨大的虎鲸隐隐把我们围在了中间。不行，再这样下去，就算不被虎鲸吃了，我们也得淹死。不管了，我把心一横，2条腿拼命蹬水。然而在我全力上浮的瞬间，下意识地朝搁浅的白船看了一眼，只见那艘船底附近好像有一团小小的黑白影子，原来是有一头小虎鲸被渔网困住，而那些大虎鲸正在向我求救。但是这个人已经快撑不住了，还是先救人要紧。于是我咬着牙继续往上收，2人终于冲破了水面。雨水巨大的声响和混乱瞬间包围了我。19这边，19快过来！远山快开过去！小船很快靠近，几人合力之下才把已经昏死的眼镜男扔在船板上。明哲，明哲，醒醒啊！小兔崽子，你不要命了！老子回去非扒了你的皮不可！快上来，快！爹，我马上回来！我只来得及吼出这一句，然后身体借力向后一仰。陈19，你个混账王八羔子，你他娘的到底要干啥？祖宗保佑，你可千万别出事，千万别出事啊！
别出事儿啊！而我重新扎入水下后，便立刻朝着虎鲸幼崽的方向游去。我很快找到了那条被困的小虎鲸，它小小的身体被渔网紧紧勒着，不时发出痛苦又可怜的呜咽。我游到近前，小心翼翼地抓住那些勒得最紧的网线，顺着那些被礁石磨破的口子，一点点地把坚韧的网线撕开。而小虎鲸似乎感觉到了我的意图，虽然还在痛苦的呜咽，但挣扎的幅度明显小了些。时间一点点流逝，当最后一道网线被我扯断时，小虎鲸猛地一震，瞬间挣脱了束缚，成功捕获虎鲸幼崽，赶海值加20，当前赶海值100，检测到目标生物虎鲸幼崽对宿主处于高度友好状态，可尝试契约，契约成功率提升，契约需消耗赶海值100点，是否契约？什么虎鲸能契约？那还等什么？契约！确认消耗100点赶海值进行契约。随着提示音落下，小虎鲸身上突然泛起蓝色光晕，一瞬间我感觉和它之间好像多了一道微弱联系。契约成功，目标生物虎鲸幼崽已与宿主建立初级精神连接。哈哈哈，成了！我心头一松，只觉眼前金星乱冒，意识开始模糊。上去，我必须上去！我用尽最后一点力气，双腿猛地一蹬，朝着记忆中的水面方向拼命游去。可水下太浑了，方向感早就乱了。我感觉自己好像离水面越来越远了，周围越来越暗。我才刚重生，刚有点起色，就要淹死在这海底了。哈哈，我可能是最倒霉的重生者。就在我意识越来越模糊时，突然一股强大的力量稳稳地拖住了我下沉的身体。是那条小虎鲸，它用宽阔而有力的脑袋带着我朝着水面冲了上去。当冰冷的海水被破开，我顾不上其他，只是贪婪地呼吸着空气。真是多亏了小虎鲸，如果不是它，估计这次我就跌里头了。我们的船呢？爹不会是放弃我走了吧？可我视线所及，只有灰暗的天空。经过我不断的寻找，终于在大概100多米外看到了那个在风浪中剧烈颠簸的小黑点。爹，哥！与此同时，陈根生和陈远山父子俩正趴在船舷边死死地盯着我消失的那片水面。突然，金表男好像听到了什么，猛地抬起头，那边有人在挥手。闻言，陈根生猛地转头，透过迷蒙的雨幕，隐约看到了一只正奋力挥舞的手臂。19，是19！远山开过去。随着小船快速的接近，陈根生和陈远山费了9牛2虎之力才把我弄上了船。幸好有老爹和大哥，不然这次真的完蛋了。小兔崽子，人不是救上来了吗？你下去找死啊！你知不知道老子？爹，我是去救虎鲸！我操！我活了大半辈子，那么近距离接触虎鲸还是头一回。别慌，这玩意儿在咱们这儿没听说过伤人的，他们好像就是路过。嘿嘿，这小东西还挺聪明。好了，远山，快开船，等下他们回来就麻烦了。同一时间，燕窝山的码头收购站，王桂英正死死地盯着灰蒙蒙的海面，两只手不自觉地搓着衣角，而陈小草则挨着娘站着，小手紧紧抓着王桂英的裤腿，小脸上全是担心。桂英别太急，根生都跑海多少年，啥风浪没见过，兴许是鱼多耽搁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么大的风浪，就算海里掉金子，当家回来的船都毁来，就我们家的没影哎！观音娘娘，请你一定要保佑他们父子3人。娘别怕，爹和哥哥们快回来了。娘，我相信哥哥，他们会平安回来的。就在这时，一个黑瘦的人影顶着块破塑料布跑过来。桂英嫂子，桂英嫂子！老五看见根生他们了吗？看见了。我船回来晚，路过孤岛那边，好像瞅见根生哥的船了。那他们咋样？为啥还不回来？当时孤岛背面那儿有一艘白色的船搁浅了，然后我就瞅见根生哥的船好像靠过去了。你是说根生他们去救那白船上的人了？我看着像，那白船卡在那儿根本动不了。根生哥那脾气看见了肯定得管。听到肯定的回答，王桂英眼前瞬间发黑，身子晃了晃，差点没站住。旁边的一个妇人赶紧扶住她。桂英嫂子，你没事吧？王桂英摆摆手，嘴唇哆嗦着却说不出话。现在风浪那么大，自家那艘小破船随时都可能撑不住，更别说还要去救人，这是拿命去拼啊！要是他们爷仨有个3长2短，我们该怎么办啊？桂英，别自己吓自己。根生哥说不定这会儿已经救完人，正往回赶呢。就是，吉人自有天相，根生哥他们肯定没事。可就在这时，旁边一个阴恻恻的声音插了进来。那可说不准。去年老树头不就是在大风天去救人吗？结果呢，人没救上来不说，反而自己倒搭进去了。一家老小都指望他吃饭的，没了男人，天天吃不饱穿不暖的，过得老惨了。刘红梅不会说话就闭嘴。咋了？我说的难道不是实话？大家伙都看见了，那孤儿寡母的日子过得多难啊！刘红梅，你闭嘴！根生他们是去救人，是积德的好事儿。你在这里说这些丧气话，到底安的什么心？哟，我当是谁呢？原来是清寒啊！怎么这就护上婆家了？还没过门呢吧？人家陈家认不认你这媳妇儿还两说呢。少胡说八道！
我就是看不惯你在这里说风凉话。根生叔他们冒着危险去救人，你却在这里咒他们，你良心被狗吃了。我咒他们？我说的是事实啊，老树头不就是例子吗？桂英嫂子，我这不是为你好，让你有个心理准备吗？你就是嫉妒19捡到了大长罗贝，嫉妒根生叔家日子要好了，巴不得他们出事。放屁！捡个破贝壳能当饭吃？我只是好心提醒桂英嫂子，别到时候……够了，刘红梅，你再多说一个字，信不信我替你家赵大柱教训你？根生他们现在生死未卜，你在这里挑拨离间，安的什么心？再敢胡咧咧，就滚出去淋雨去！好心当成驴肝肺了啊！